2013年的英国站是在一片悲伤的氛围中开始的。在前一站加拿大大奖赛，赛道马修马克罗宾逊遭遇意外，当时比赛已经快要结束，他和另外一位马修正在协助起重机处理古铁雷斯的赛车，期间他的对讲机掉落，于是他便松手去捡，但由于赛车重心靠后，在松手后赛车发生了后倾，砸到了罗宾逊。更不走运的是，他摔倒的位置正好位于起重机驾驶员视野盲区，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在被直升机送往医院后，罗宾逊被宣布死亡。而在此之前 F1 已经连续12年没有发生赛道工作人员身亡的事故了。同时，在1周之前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上，丹麦车手阿兰·西蒙森在领跑的情况下赛车失控，一头撞上了赛道护栏。他在送医后因伤势过重离世，整个周末就这样在人们对逝去生命的缅怀中开始了。因时赛道作为最古老的一条 F1 赛道，最不缺的就是争议和历史。同年西班牙站，绝大部分车手都采取了4停的策略，把一场正赛变成了5场冲刺赛，这让车队与车手对贝耐利轮胎的持久性产生担忧。但贝耐利却选择了一种弹幕最多的处理方式，在所有车队打包离开西班牙前往摩纳哥后，和梅奔车队一起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赛道用当年最新的赛车，也就是 W04 秘密测试新胎。巧合的是，梅奔前半赛季的速度处在围场的绝对前列，可以追得上红牛，却屡次因为与贝耐利轮胎的不适配导致煮熟的鸭子飞走了，这让人们联想到了黑幕。而根据 FIA 的规定，除了直线空气动力学测试和青年车手测试之外，一律不允许使用新车。这一举动遭到了法拉利与红牛为首的所有车队的抗议。贝耐利和梅奔表示他们得到了 FIA 的许可， FIA 则表示怀疑，开启了互相甩锅模式。最终，国际汽联裁定梅奔禁止参加在银石赛道的青年车手测试，但梅奔执行董事马桶狼的妻子苏西朗却在青年车手测试中开上了威廉姆斯当年的赛车 FW35。想不到吧，有透透股份的地方就有我梅奔的车手。私测轮胎的争议以这样一个同样充满争议的判罚结束了。而加拿大站后，各支车队无法在贝耐利轮胎寿命过短这一看法上保持一致，所以英国站贝耐利并没有拿出改造过后的新胎，并带来了最硬的2款配方，白色的中性胎和橙色的硬胎。来到正赛，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为梅奔包揽头牌，维特尔和韦伯位居3、4，这是本赛季梅奔第3次包揽1、2发车位。如果不是稳定性和轮胎的问题，现在已经稳稳把法拉利压在第3的位置了。里卡多的表现持续亮眼，显然他是在韦伯宣布2013赛季退役后接替韦伯位置的第一人选。格罗斯让赛季第1次击败队友 Kimi， 马上就要去扛起大旗了。2台法拉利表现一般，只能以第9和11位发车，后面都是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当时的佩大师还在迈凯伦，霍肯伯格也刚刚接替佩大师在索伯的位置。马尔多纳多和顶级车手博塔斯在威廉姆斯的第600场大奖赛上以第15、16位发车，最后则是卡特汉姆与马鲁西亚的4台拖拉机以及受罚的保罗·迪雷斯塔。好的，5盏红灯熄灭，比赛开始。罗斯伯格和韦伯的起步同时昏厥，第6的苏蒂尔瞬间来到第4。昏厥的韦伯在进1号弯时又和巴顿一起给格罗斯让夹了个3明治，损失了大量位置，掉到第14，着实给身后起得不怎么好的头哥吓了一大跳。完了，韦伯的最后一场英国大奖赛就这么毁了。而马萨的起步非常好，瞬间从头哥身边飞过，从第11来到第7，又在1号弯超越里卡多来到第6。6号弯之前，马萨又超过了 Kimi， 再次上升1个位置。让我们看一下当时来自博塔斯的头盔视角，只见古铁雷斯这只大耗子嗖一下冲了过去，而博塔斯的起步也不错，干掉了队友马丘王和维尔涅。头哥在中规中矩的起步过后也找回了状态，连续超越巴顿和格罗斯让来到第8。比赛的形势看上去已经暂时稳定了，但实际上早已风起云涌。巴顿首先向车队报告轮胎过热。Front feel like they're overheating, but also the rear sticks, I mean all four feel like they're overheating. 让过了队友佩雷斯之后，被扑棱着前翼的韦伯超过，而贝耐利也开始了本场比赛的表演。仅仅第8圈，汉密尔顿刚刚建立2秒的领先优势，却猝不及防的在 Wellington 直道上遭遇左后轮爆胎。更倒霉的是，汉密尔顿距离维修区还有12个弯角，他要带着这条废掉的轮胎跑上大半圈。
更离谱的是，刚过去2圈，马萨就在相同的位置爆了相同的左后胎。不同的是，马萨的左后胎在入弯之前就爆了。这次旧车导致马萨损失了比汉密尔顿还多的时间，冲到赛道外面也给马萨造成了更大的底板损伤。可能是被2圈之内2次爆胎事故吓到了，此时一大票车手选择了进站，而格罗斯让机智的在汉密尔顿爆胎之后就换上了硬胎，成功 undercut 掉了头哥，又超过了 Kimi。Kimi 显然是刚换好轮胎，还没来得及加热，在老发车直道上被头哥轻松超过，而头哥的冲刺还没有结束，15号弯他再次超过了格罗斯让，第13圈又超过了维尔涅。头哥这一超也把维尔涅这台慢车甩给了身后的格罗斯让和 Kimi， 但不一样的是，这回 Kimi 的轮胎已经暖好了，他和格罗斯让缠斗在了一起，而及时的 Team Radio 并没让这次毫无意义的内斗持续太久。Okay, Roman, Kimi is faster than you. Kimi is faster than you. 是不是勾起了不太好的回忆？而就在 TR 话音刚落，身前的维尔涅突然爆胎，本场比赛的第3次左后轮爆胎，也是5圈之内的第3次。这次爆胎让所有车队的工程师都摸不到头脑。由于之前的2次爆胎都发生在 Wellington 直道，所以所有工程师都告诉车手躲开4号弯出弯的路肩。但维尔涅的爆胎发生在基库直道，而且不是中性胎，是硬胎，所有工程师都一脸懵逼，这到底是咋回事儿？由于碎片太多，赛会也出动了安全车。Sebastian, you had damage to your left rear tyre previously. You got to stay off the curbs as best as you can. There are punctures all around. 维特尔的左后轮也有损伤，工程师直接用了 everywhere 这个词来形容爆胎，可见这3次爆胎对车队来说有为的小本本上更是写着 Stay off curbs, pressure up 2 psi， 远离路肩，胎压提高2 psi。psi 就是 pounds per square inch， 磅每平方英寸。当时 F1 胎压都是18到19 psi， 但很多车队为了追求极限，都调到了16 psi 以下。更旺的还是涡法，他们又把马萨叫进站了，以便去分析他的轮胎损伤。第22圈，比赛重新开始，韦伯对身前的佩雷兹发起了猛烈攻击，并在 Brooklands 弯角轻松超越，来到第8的位置。此时苏蒂尔身后开启了 DRS 小火车，格罗斯让成为了第一个被拔掉的平栽子，他被里卡多和韦伯连续超过。他的赛车显然是逐渐受到了开局撞车的影响，比赛末段也一直在掉位置。他的队友 Kimi 则主动求变，在第30圈选择进站。头哥和格罗斯让在紧接下来的一圈也进站做出了回应。Kimi 这次的进站收获了不错的成效 ，undercut 掉了晚进站的头哥。第33圈 ，Kimi 和头哥追上了只进了1次站的保罗·迪雷斯塔和汉密尔顿。此前汉密尔顿一直在试图超越迪雷斯塔，但苦于没有太好的机会。Kimi 追上汉密尔顿之后，在老发车直道迅速完成超越，而汉密尔顿出弯走大了，又被头哥超过。接下来又被韦伯干掉，汉密尔顿这套硬胎完全经受不起身后一票人的新胎拷打。韦伯3停的意思很明显，他换的是中性胎冲刺倒数第2个 stint。果然，韦伯又超过了头哥，在为自己倒数第2个 stint 做最后的冲刺。此时打算2停的汉密尔顿终于进站了，出站又遇到了迪雷斯塔。这次汉密尔顿非常聪明，刚好在3号弯、4号弯出弯的 DRS 检测点之后超过了迪雷斯塔，所以他在 Wellington 直道上有 DRS， 防止了迪雷斯塔一切的反击机会。两位主场车手之间的争斗颇为精彩。第42圈，3停韦伯所心心念念的安全车来了，不过贡献这次安全车的是他的队友。维特尔在领跑的位置发生变速箱故障，停在了发车直道上。这个位置的停车成功召唤出了安全车，主场的英国观众是一片欢腾。刚好路过维修区入口的头哥眼疾手快，迅速改变策略进站3停。罗斯伯格和韦伯也紧接着进站，但此时一位可怜的 Kimi 被扔在了场上。I don't know if he made the right choice not to pit. I don't know Kimi, but it's too late now, so stick to the plan. 当时还没变成来大爷的 Kimi 脾气还很好，如果是1年前的话，恐怕就是 Okay, stop being late now. Say, copy. Okay, mate, obviously we're on fresh options, no need to look after the tyres. Do your best to get past all these cars. It's gonna happen, mate. It's gonna happen. 随着一句霸气的 TR， 比赛重新开始。一条大直道上有3辆车同时动手，韦伯超过了里卡多，汉密尔顿超过了格罗斯让，但巴顿收手了。接下来的老发车直道，头哥在入弯之前轻松超过巴顿。
然而就在大家准备欣赏超车盛宴的时候，又有人爆胎了，是佩雷兹。后面的赛车一拥而上，格罗斯让的前翼也撑不住了，已经和地面擦起了火花，被汉密尔顿和4停的马萨超过。这是佩雷兹在周5练习赛后的第2次左后轮爆胎了，这下贝奈利是彻底坐不住了。车阵前方，马克韦伯在马不停蹄的赶路，他先超过了苏蒂尔，又在老花车直道惊险的超过 Kimi， 差点就丢掉了自己的前翼。身后的头哥也超过了苏蒂尔，汉密尔顿也抓准时机，虽然他只2停，但他第2次进站比较晚，相比苏蒂尔还是有轮胎优势的。3号弯没有问题。比赛还剩2圈，但超车秀可没有结束。头哥迅速抹平了和 Kimi 的差距，干净利落的超过了 Kimi。策略失误的 Kimi 又在倒数第2圈相同的弯角被汉密尔顿超过。现在场上前4名是罗斯伯格、韦伯、头哥和汉密尔顿。除了罗斯伯格之外的剩下3个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一路超上来的。所以以贝奈利的尿性，这就是把一场比赛拆成了3、4个冲刺赛。可惜比赛只有52圈，留给韦伯的时间不多了。罗斯伯格成功守住了冠军，哪怕只要再多1圈，韦伯就会超过他。这场比赛的戏剧性造就了他的精彩，尤其是这样的领奖台组合，可能是开赛10圈后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就连罗斯伯格都在赛后的领奖台上表示When Sebastian stopped, I mean, to be honest, I won't lie, I wasn't disappointed by that one, and and then from then, it was just a great race from then. 同时也让我们恭喜马克韦伯在自己最后一场英国大奖赛上有如此精彩的表现。本场比赛过后，车手积分榜排名没有变化，头哥也只是追进了和维特尔的分差，尽管他们之间还有21分的鸿沟。而车队积分方面，梅奔成功以3分之差反超法拉利，一切喧嚣过后，也到了清算贝奈利的时候了。汉密尔顿爆胎后，贝奈利的人迅速用法拉利配色的袋子罩住了爆掉了的轮胎，并且第一时间带回意大利进行分析。但架不住小红牛的人举着它到处乱跑，然后还不小心让摄像机拍到了啊！经过调查之后，贝奈利给车队和赛道方各发了一口锅。车队的锅是他们把胎压调得太低了，并且采用了极端的外倾角设置，这导致了轮胎承受了它所不该承受的压力。尤其在高速右弯居多的银石赛道，这样的做法更不可取，更别提有的车队把左右轮装反了。贝奈利表示，为每条赛道准备的轮胎都不可以被反着装，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而赛道方的锅则是路肩设计太吃胎，再加上车队不听自己劝，造成了基你太美的现象出现。但是算上没有出现在镜头里的古铁雷斯，整个周末一共6人自爆了左后胎，这口大锅可不是贝奈利想甩就能甩掉的。FIA 和车队方面表示，这是继2005年美国站之后最严重的一次轮胎事故，也是对于贝奈利的信任危机。无论车队方面做得如何，这样的事故已经好几年没有发生过了。所以应 FIA 的要求，贝奈利在匈牙利站之后带来了改良过的更耐力的配方，要不然再遇到高温赛道，真就可以当成好几节冲刺赛来跑了。贝奈利将2012年的轮胎结构与2013年的化合物配方进行了融合，但更接近2012年的样子。而这一举措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红牛。在更换轮胎化合物配方之后，红牛的赛车也跟着快了起来。比利时站以后，其他车队再也没能抢下哪怕一个杆位，最终造就了维特尔史无前例的9连胜。也有人质疑这是贝奈利在私测轮胎事件后受到了来自红牛的压力，但贝奈利否决了，坚称是为这项运动着想。但只能说有围场的地方就必然有政治，当时处在维特尔统治时代的人们还不知道，接下来梅奔统治的时代才更为恐怖。